但重要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一人好，大家好。还有前张前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稍后郭正亮亮哥也会加入我们节目现场。我们首先还是要带大家来看离我们最近的，也就是台海第一岛链这边的区域的关系。先看到的是中国大陆这边军事公布洲际飞弹试射纪录片说震慑的意味相当浓厚。这是中国大陆官媒报道说，中国大陆拥有洲际飞弹是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那说射程是实弹发射机会是屈指可数。过去曾经曝光过2次，中间时隔是44年。好，那这个纪录片被认为有一些用意所在，政治的讯息可能蛮浓厚的。那甚至现在中共的解放军在这几年也实施一个叫做远海长航的行动，是透过组织还有他们的海军舰艇编队，还有空军跟海军航空兵的主辅战机，常态性的突出第一岛链，然后进入到西太平洋还有南海，甚至更远的海域来进行大规模的长时间演训。好，那当然就被认为说这个第一岛链中共在军事上面的崛起态势是越来越浓厚了。好，那最近在网络上还陆续出现了疑似07627攻击舰的最新照片。好，那这显示这艘的新舰可能已经完成了飞行甲板重新划线。那说该舰很可能是即将进行舰载固定翼战斗机的起降试验，或者是准备正式加入海军训练。好，那当然是076可能是新的篇章开始，那后面的新型战舰的性能还有搭载的机型规模作战能力也可能更强大。好，那美国的前 F-22的这个飞官议员则是示警说，美国空军史上最老又最少中国扩张的威胁真的是迫在眉睫。好，我们看到这一位战机飞官叫做普福格他警告说，中国正在大量的研发尖端技术跟武器系统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具体威胁。那美国的空军呢，目前正处在是历史上规模最小、机龄又最老的时期国会必须立即的采取行动来增加预算，加速的提升国防的工业产能。所以连他们自己人都发现不对劲了，但急起直追还赶得上吗？好，那现在美国还是布局在亚太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驻韩美军萨德神秘回归。之前在这个跟美伊战争的时候，似乎有调到这个中东去嘛。那现在呢，已经说是全部运返为新州基地了。那外界很关注它的移动是否涉及到弹药装备的调度，还有美军全球的战备部署。当然这就牵动了是美东的这个美军的中东战略。那以及呢，美军的泰风飞弹系统现在进驻到鹿儿岛参与美日的联合军演。这是美军从22号开始要把泰风的中程飞弹系统部署到九州最南端的鹿儿岛县，跟日本的自卫队来进行联合演习。那这个举动就被视为是盟友为了反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张的军事自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泉进次他们的防卫大臣说这只是暂时性的部署，说一旦一名这个匿名的官员又对此说这套系统留在日本必要时可以进行部署，用来嚇阻中国。那当然小泉进次郎可能没有办法讲得太透彻，但是呢，有一些人认为他就是要来反制中国的。那目前日本政府有计划在日本成长战略当中，要将17个战略领域的官民联合投资总额设定为2024年度达370兆日元，这是新台币大概是76.5兆元。那会由政府来扮演火车头，进而提高日本整体战略的竞争力。
那日军呢，最近被说啊，过去的黑历史曝光了哈，也就是呢，他们在二战期间，这个是日本共同社自己报道说，日本曾经反复的进行将动物的血液注入在人体的异种输血实验。那这个研究呢，名义上是为了探讨在战场上面难以大量取得输血用血的时候，如何因应失血的问题。但是外界更怀疑啊，相关的实验就是在中国的战场上来进行的，所以这是尘封80多年的黑历史现在被揭开了。那日本的共同社啊，有特别提到，现在高市的内阁支持率已经下降到55%，这是创上任以来的一个新低。那中国大陆现在啊，则是掌控了关键命脉，依旧还是稀土啊，而且中日的关系啊，也是在稀土上面会做一些文章。我们看到啊，中国大陆在5月啊，对日本出口的稀土磁铁大概是123吨，比上个月减少的是34.6%，那也降到从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准。那当然中日关系不见起色，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那本土的替代效应浮现，现在日本的5大晶片设备商对陆的销售也首见下滑所以中日的关系确实目前是第一岛链上面比较敏感的部分。好，那我们还是看到中国大陆他们现在还是在秀肌肉，每天都秀一点每天让人看到的地方都不一样。我们先问顺丰委员怎么看？这是2024年9月份的东风31A，那也是已经快2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曾经引起世界的轰动那他第一次试射是1980年，就44年前，从酒泉发射。我最近也刚去酒泉那个发射基地，就那样的发射，然后呢，是第一次越洋，所以它越洋的发射大概是44年来第2次。所以这个时候去发布这个代表什么意涵呢？当然政治上不会无缘无故的把2年前的东西拿出来，某种程度也在警告一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当全世界还在动动荡荡的时候，也要告诉你，我是拥有可以稳定世界力量的。那紧接着是076这一艘两栖登陆舰，它有一个特色，它现在加了弹射器啊。这2栖登陆舰唯一加有弹射器的，大概就有这一架。那为什么呢？它最主要是要弹射的是无人驾驶的重量的飞机。那他要跟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可以来搭匹配，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某种程度呢是这个有人的战斗机啊，加上无人的僚机，也就是说，所谓的僚机呢，他把这个无人飞机先往前飞，去做侦测也好，去做诱敌也好。那这时候有3架、4架一起飞，其中1架是有人，2架到3架是无人，那你要打哪一架？你要打那可是你一打，你整个的参数。你整个的就暴露了，对，所以呢，在076的这个设计上，它最大的特点是搭配的，所以它有独立作战能力啊，它更有搭配啊，这个航空母舰，这个搭配的作战能力非常特别。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各位提的呢，就是日本的这一个新的计划啊，这个新的计划简单的讲，就是到2040年的时候，它要达到它的整个的军事预算的一个相当大的高峰，那这其中是军工产业，它的整个的规划设计这样子，以中国为假想敌，然后呢，这个假想敌，所以呢就以安全为诉求，来发展军民合作的相关产业，从此建造日本一个新的经济环境，以别于安倍三支箭。只求经济的发展，他把经济的发展跟安全的诉求结合起来，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他要走的另外一条经济发展的路线是跟军工相对的配合起来，所以以海权为构思所构成的产业会是它的一个特点，其中造船业会是你可以看到的，所以一个是造船业，一个是军工，那么这个军民合作。作为日本尔后经济成长的一个新的动力，而不只是纯粹只是一个安倍的这个所谓的3支箭的经济学，有用货币啦，用货币发行，用这个金融政策来做调整。那么这个东西会给中国带来
很大的刺激，也会带给亚洲带来很大的影响。那日本今天要走这一条路呢，只是代表了高市早苗这一代人的看法，或者代表了尔后日本整个战略的一个走向。那假如是日本战略走向，那我还是要重申了一句，中日从此一定进到一个最严酷的新冷战时代。是，然后呢，同时这个冷战时代还会带来什么？带来必然会发生的冲突，但这冲突不一定是战争的冲突，我常常讲，但是这个冲突才会真正解决中日两国的这个很奇妙的微妙的情况。所以只是高市的一个政策，或者从此一个日本的政策，这一个日本的这一个新的呢，以安全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政策啊，会是整个东亚甚至整个亚洲一个最新的变数。好，这变数还真不少，尤其中国大陆在崛起之后，想要做的事情哦，可能跟其他国家会觉得有一些威胁性啊。亮哥怎么看？我觉得日本右翼当然是要增加军事力量啊，可是妄想说用军事力量来带动经济啊，那大概是高市早苗最大的战略错误啊，因为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日本政府以前，比如说政府会提供战略投资，可是它是真的培养是主流产业啊，然后外销到全世界啊。日本的军工怎么可能外销到全世界？你要抢美国的饭碗吗？当然就这样。美国军工产业，对，我跟你讲，军工产业是高度管制的产业，你以为你进得来啊？那欧洲呢？你以为欧洲会买日本武器啊？怎么可能嘛？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是完全错估了。就是你能够创造的主流产业，你不是汽车电视这一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太天真了啦。那个增大军力布置啊，这个是必然的，不管谁执政都一样。比如他下一任可能是小泉进次郎，那也是鹰派啊。你说鹿儿岛布置这个低风的导弹，美国的了啊，或者西南诸岛要布置日本的中程或远程导弹，还会继续，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你要用军工产业来带动经济啊，我觉得这个叫没招之后的话术了，因为他经济始终带不起来嘛，他就用这样来忽悠日本老百姓。那日本老百姓会被唬吗？反正如果唬不过去，事实远低于宣传，你高市就准备下台啊，就是这样啊。不，因为他现在也找不到路，因为谁叫你要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是中国大陆现在的制裁就针对你啊。所以事实上有很多东西，他也因为这样做不出来。我说军工哦，比如说稀土管制，它就会导致有一些东西做不出来啊。那还有另外就是他要卖给谁啦？这个事实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日本不可能都是内销啦。所以我跟你讲，现在他搞不好就相中有一个在美国军售遭到挫折的台湾啊，这可能性存在啊。对，因为你一想一想，菲律宾一年的国防预算只有40亿美金，台湾好歹也有200多亿啊。那你说日本不会来推这个？我举例啦，比如说我们今年国防部那个我们的资料库的异地备援，我们要放在日本呢。我们以前都是放在夏威夷啊。这个事实上还有待深究了啊。美国为什么会觉得你应该去放日本啊？437亿异地备援的预算，有史来第一次。那你认为我们国防部把资料库放在日本，我们跟日本的军事不会有进一步的合作？这怎么可能呢？你以后所有的活动、编制、军演，日本都会知道啊。那美国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美国可能意味着第一岛链以后就靠你们2个了，我只卖给你们武器了，我就不进来了。不介入就对了。会不会有这个味道？有可能。对，我们这个还有待观察嘛。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为什么做很多动作，
就是要加大美国说你就不要进来了啦，因为你跟我打会很累啊。所以中国大陆也在做大动作啊。是。好，钟辉舰长怎么看？首先，刚刚主持人在问说，这高市早苗怎么样唬这个日本人？你要知道，他投资这么大的一笔钱哦，当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成品，可能卖出去的时候哦，已经大概不晓得第几个首相之后了，那是很长远的事情。民主国家政治人物，如果他没有道德的话，他就只争一时，那就短视啊。我就只在短视，因为我就在现在选举胜就够了。我给你画一个大饼是很久以后的，甚至我心里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像民进党说台独，我现在告诉你那是很久以后的大饼，那我现在就认为根本不可能。可他就是画给你，你知道吧？政治人物真的是这个样子。那第二个你要知道，这个无良政治人物了，不能说所有的。那第二个你说像军武的管制多严哦，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举一个例子哦，我们当初在跟美国买了很多的悍马车到我们这里，后来我们淘汰了一部分。后来中南美洲有一个国家，据说要跟我们断交了，所以我们就送了一批悍马车过去哦，就是我们已经淘汰的。那这个悍马车我们能送吗？不行送，我们要先问美国，美国同意我们说我们才可以送，这是送给别人，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有一款那个飞机，空军用了很久，那时候是从美国来的，那卖那个还算这个卖给我们还是二手的就过来的。然后后来那个美国有个飞机博物馆。他要收集全世界我们美国曾经有的飞机，以及全世界各地有的飞机。他发现那款飞机都没了，只有台湾有。那台湾这个飞机呢也淘汰了，他就来跟我们要这个飞机，即使还回原出售国美国，一样要先问美国可不可以同不同意。军火的管制就是这么严格。刚刚亮哥其实说的是对的，你知道。你以为你能卖啊？你试试看你能不能卖。我们熊山今天做的好不好？多少国家上次我们打到那个小渔船，多少国家来卖？可能卖吗？我先告诉你是不可能的。你卖哪个老大哥要少卖，让你卖，他不可能，会打破供需啦。他绝对不会同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特别要讲一下哦，这个最近很多地方在提这个美国在日本摆这个提风系统，哦，讲得很神奇。提风系统说穿了就是16管的垂直发射系统，每4管一辆大卡车4个，还有它的雷达，还有它的指挥系统，就这样子而已。我们随便一条美国的叫做什么神盾舰是96管垂直发射系统，所以一个提风系统的飞弹的攻击量是一个叫做什么神盾系统的1/6，而且不止如此啊，船可以到处跑，非常机动。任何一个像这么大的大卡车载的东西，它跑的地方是非常有限，你往哪里跑？我今天从台北出来，它能哪里跑？还有第二个，一个战斗系统，船上的战斗系统神盾，你要打它有多少的防卫啊？提风系统呢？0啊！你只要一个无人机炸过去，它就结束。所以日本在那里摆的这些提风系统，在实际上的这种作战效益来讲，最起码我看是一点都不吓人。所以那看起来就是要刻意放在那边，假装吓人的哦，但其实一点都不吓人。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上周看到 G7 峰会好多话题哦，那当然在今天还特别持续讲啊，就是因为它的话题哦效应持续延烧，因为川普自己啊就特别讲说啊，哎 G7 上面哦，我自称老大是公生球的啦。好，我们听听他怎么讲。Of the G7, you saw a number of world leaders. You walked in and you said, "I'm the boss." Yeah. How many of them believe that? All of them. But I was just being funny. They're allowed to come if they want and sit. But I walked in, there are these leaders, and I just looked at them. I said, "I'm the boss, and you remember." And you know that was done as a joke. This thing got carried all over the world. I can't believe it. I was just being cute, funny. I wasn't trying to be the boss. 哦，他说他只是开玩笑而已，真的吗？哦，我们刚上礼拜的时候看到他那个画面哦，他就走进来说 "I'm the boss"，
哦，他就是感觉就是想要当老大嘛，但他现在越解释那当然越不会有人相信，包含一轮也不相信然后好，那他这一次在 G7 还跟一个人这个会面了，就是梅诺尼。好，但是呢，后来他就讲说是梅诺尼求他合照。好，那当然梅诺尼也很生气嘛，他就说我们意大利也从不祈求所以我们之前也谈论过了。结果川普又再度发文骂梅诺尼他强调美国为了北约投下巨资那意大利跟梅诺尼却连介入应对伊朗跟他们的威胁都不愿意考虑。他说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保护他们，但是面临考验时他们却没有站出来。所以我说川普是一个非常爱记仇的人你看现在这个美伊战争都已经谈到这样了，他还是很介意梅诺尼跟意大利当初没有介入好，那欧洲是不是会备受影响呢？因为美国恐怕会削弱对北约军力的分配，那现在很多专家是非常忧心。好，那因为呢，其中包含的是显著减少了战略轰炸机跟战斗机的数量。那此外呢，一艘美国航母也要调离。那欧洲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好，因为呢，中国现在出口的洪流也考验着欧洲跟北京打贸易战的决心。好，我们看到有相关报道说，越来越多的欧洲领导人获得补贴的中国产品跟被低估的人民币，正将欧盟的经济置于风险当中。被美国在去年扩大关税之后，欧洲的市场对中国正变得越发重要。但是同时呢，欧洲又正在权衡是否已经准备好跟中国打贸易战。好，我觉得欧盟现在看起来非常的焦虑所以呢，很多种方法都在想。但是呢，欧盟也有试图要对中国进行抵制，那包含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来征收关税。但是欧盟花了1年的时间才完成反补贴调查，而且落实关税，就中国电动车进口就出现了飙升，就表明应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就像是在玩地鼠的游戏，打地鼠的游戏。那这一位呢，则是一位专栏作家他说中欧贸易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因为中美欧3个世界经济巨头之间的关系向来微妙，像是美国跟中欧任何一方出现了转机，都会令另外一方跟对方的关系出现裂痕。就举例像美国之前同时向中欧施压，让中欧的关系短暂升温。那现在美中的关系又出现转机，所以欧盟担心自身地位受到影响，不敢得罪美国，就只好再把矛头对准中国，把中国的经济把中国当成经济问题的代罪羔羊。所以就看起来美国、中国跟欧洲他们是一个三角恋的关系所以跟这个好那跟那个就会看起来比较不好。那欧盟如果只认拳头，中国不妨多给点拳头。就有分析报道说欧盟跟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已经没啥两样。因为贸易战首先将会打击欧洲自己的原料供应跟物价，用不了多久，欧洲就得自己内爆。那中国不妨在像是汽车、矿产、新能源等领域选择给一个战场，让欧盟一场败战戳破他们的华务运动，也就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画皮。那现在川普对于施凯尔蛮有想法的因为最近爆出说施凯尔有想要离开首相的位置。那说他的压力来源就是工党重量级人物前大曼彻斯特市长拍南。好，那他呢伯南不好意思，那他因为在英格兰的这个西北部的补选大胜所以要重返国会。那就有人跟施凯尔说这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离开了？好，那大家都还在讨论的时候，川普现在预言说英国首相就将要辞去。他说施凯尔要辞去英国首相的职务那他在2个非常重要议题上面表现很糟糕就包含是移民跟能源，也就是开放北海石油开采但是最后还是祝他一切顺利。那川普现在是不是代替施凯尔宣布将辞职呢？传出施凯尔最快是22号要下台，那震撼跨太平洋的政坛那目前 CNN 的报道是22号他就会公布自己下台的时间表。那就说是工党逼宫内的声浪升高，那就是外交大臣古博也私下的劝说施凯尔下台。那古博是施凯尔内阁当中最资深的大臣之一，那交通大臣跟其他的内阁成员同样也支持他尽快提出交棒的时间表。
那就说其实施凯尔周末也跟家人在讨论这些未来的动向。那商业大臣凯尔则表示他思考的是目前的政治现实，还有国家对他的期待。那施凯尔在今天22号应该就会宣布一个下台时间表，但是呢是要到秋天才交报。主要英国卫报就讲说一轮刚才讲的重量级的伯南似乎还没有准备好。那消息人士向路透否认相关的消息就强调施凯尔目前仍然专注在政务，还没有准备辞职，也没有证据显示他已经向查尔斯3世提出了辞呈。但是川普讲一些讯息可能不太对，讲别人的家务事就一定是对的啦，应该是要辞职没错，只是什么时间点而已。好，我们看到 G7 峰会他当然说 I'm the boss， 他现在又说开玩笑的。我们先问亮哥，G7 真的还是把他当老大了，因为欧洲现在几个大国都非常差经济都非常差然后欧洲的经济利益其实很不一致他又不跟美国这样是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跟欧盟打交道本来就是错的，可是又没有办法不打交道，就是比如说中国大陆在匈牙利投资了大量的电动车零组件那你去把中国的电动车加税，了不起中国就化整为零到中国组装再卖那你到时候欧盟就去对付匈牙利，是不是？那还有呢？还有一大堆啦。你阻止中国的电动车，这个讲的是在中国制造的电动车，不一定是中国的牌子事实上，福斯汽车也大量在中国制造它在回销欧洲所以事实上受损的企业包括德国企业所以我跟你讲，他自己是乱成一团所以你说他未来会怎样，中国会怎样？我觉得就跟中美差不多了，就他就打一下贸易战，那中国就反制嘛，那欧洲就觉得哇这样不好，我们再修一下然后修好了之后又发现不爽了再打一下贸易战，就是这样就始终稳不下来了可是欧洲跟美国不一样，因为中国的电动车在欧洲已经有相当的市占率了，大概已经有15%了，美国是0不一样所以我是觉得欧洲其实要真的不要依赖中国的市场是不容易的啦那另外那个蒙洛尼其实你刚刚讲有少掉一段因为川普就在那边鬼扯了，说梅洛尼要跟我拍照，那女生听了就很火大嘛。梅洛尼就说根本没这回事，那胡说八道然后这个就两个有点吵嘴了啦。结果梅洛尼就取消本来要去美国做国事访问。不是他外交部长吗？反正就是梅洛尼的意思，他不去了，他们意大利的态度嘛。所以川普就来凶他嘛。那川普凶了，对不对？坦白讲也对。意大利是战败国意大利现在是享有美国的核武保护伞这是事实意大利差点被共产党执政是谁把共产党干掉了？去美国就 CIA 啦，我讲白了啦意大利共产党差点在战后就执政了，这个了解那段历史都知道，美国 CIA 大量介入，然后结合那个Mafia 黑手党共同镇压劳工那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川普了解那段历史就觉得意大利这次真的是以怨报德就说你意大利的机场竟然不让我停降，这太过分了那因为意大利距离中东很近嘛，所以让美国非常不方便。对，所以呢，这个美伊战事的事情，你看延烧到后续都还有很多的涟漪顺丰委员怎么看？美国有川普，世界有欢乐，你不觉得吗？他每天来一张嘴，就让我们大家对不对没完没了的评论，太好了。他真的越看越像蔡奇亚滚了。他是一个总统，是应该是要有法相庄严的一面，但是相当多的时候展现出来是 sales 的一面是一个霸气总裁的一面，是蔡奇亚滚的一面。好了，那是美国人的事，不过有时候会伤到我们。是最主要的是看欧洲才是一个问题。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报道，
这报道里面他做了一个分析，他就人类未来的10大产业，像 AI 啦、航空啦、航太啦、精密机器啦，这个什么能源啦等等，大概有10项产业。他把世界里面到底谁在未来的10年内，会是一个领头羊，大概分出来是这样子。中美啊，大概互有领先，大概这是第一梯队的。那第2梯队就差一点了，就是这个呢，德国跟日本。那这个1跟2是差一点的。那第3梯队呢是法国、英国跟俄罗斯，大概这样子。而且呢，那个2跟3也差得蛮远的。这个世界里面大概就这样3个快线出现了。那德法英是属于欧盟，那欧盟到这个时候，他必须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欧盟要用什么样的态度，要用什么样的立场来跟俄罗斯相处？这个他解决不了啊，他跟美国的纠纠葛葛就永远解决不了。就是他自己要想好，你需要让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份子，大家共同互相有无的来进步，或者照今天一样这样子死扛硬扛的，对俄罗斯也好，对欧洲也好，并不是一件好事。第2个呢，我想用这一个波斯沃根的总裁啊，接受德国记者访问的时候，很知心的、很扎心的一个访问的那个答案呢，来回答欧盟跟中国的问题。他说：“你们德国波斯沃根拿了德国政府这么多的好处，你为什么把那么多钱搬到中国去投资，让我们失业，让我们点点讲一堆？”那这个时候，这个人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啊，先不讲我们过去从中国赚了多少，拿到了德国，今天假若波斯沃根没有办法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中国的汽车市场做一个竞争较量的话，波斯沃根没有能力在世界上跟人家竞争。我想这一句话够回答欧盟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市场的问题，它是一个包含了必须共生的问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太多欧盟自己本身做不到的。好，舰长怎么看？其实你只要稍微会观察人哦，也了解人性，你就会知道，川普这个人哦，他是非常喜欢当那种老大的个性。所谓老大的个性，你去看黑道大哥大概有以下这个特色，就你可以看到他的行为大概表现出这4种。你再想想看，川普是不是这样？第一个，他高度的讲求是个人的忠诚，你要忠于我啊，不是忠于这个制度。他极度这样子，他底下的所有官员，谁敢不忠于他？你试试看，立刻换掉。这是第一个。第2个，他好喜欢羞辱他的对手，就好像那些黑道大哥，那我一个你指头就把这个蚂蚁给捏死了什么的，他很喜欢讲这种羞辱人家的话，这是黑道大哥常做的。还有第3个，他喜欢自己是一言九鼎，我讲的话就要落实，就要照去做，这也是黑道大哥的。我今天讲了，明天做不到，我不是没面子吗？还有第4个就是他非常喜欢展现他的力量，他也认为他的力量很大。为什么？他要别人怕他。这4个就是一个黑道大哥的个性。在我看起来，川普通通合格。那除了这个川普之外，我们再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些在以前我小时候都是叫做民主先进国家。你看斯凯尔，你看这个国家的领袖一直在换。我时常在想，这些国家是不是有一些民主上面是不是有一些问题，走问题了？好比说像英国跟日本叫做议会制，他们说换就换的。再来这个美国像台湾是总统制，你几乎很难撼动它。那还有一个当然是中国大陆的叫做党国体制。现在看起来，你们认为这个英国、日本的很好吗？你认为美国的像这种总统，你怎么会出这种人呢？而且我现在想想，我真希望台湾现在是这个议会制。议会制是什么？现在谁是最大党？国民党。52、51，民进党，民众党是8票，民进党说支持谁，那个就党主席就是总统。以现在台湾的状况，总理蓝绿合的话，不是总理也就是总统啊。我跟你讲，就是那个最有权的那个人就是郑丽文。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非常希望现在台湾是议会制该有多好？可是这些统统抵不过北京的这个叫党国体制。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最后还是要回归来谈美伊之间目前的谅解备忘录签了之后，当然他们有新一轮的这个谈判那就在瑞士。好，那在周末的时候一度是有取消不过后来他们还是赴约了也见了面。好，所以我们也带大家来看这个是呢，伊朗的谈判代表说有怒因为川普的强硬施压。瑞士会谈一度停摆之后又彻夜续谈，主要就是因为川普先扬言威胁德黑兰的谈判代表，激怒了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那美国的副总统范斯还面露一个紧张的神情，看他那跟巴基斯坦的总理有进行一些交谈，这些画面全部都被捕捉到了。那现在呢，谈判到底有没有一个重大进展？我每次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常常下一刻就马上变盘。好，伊朗的外长阿拉奇是说终结了黎巴嫩战争这一部分是取得了重大进展。那不仅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获得了豁免，封锁解除，那部分的资产冻结也被解冻，那启动针对伊朗的大型重建跟发展计划。好，那五角大厦到底花了多少钱来打这场战争呢？现在根据美国 CSIS 的初步统计说，虽然大部分开支皆由国防部来承担，但这场冲突也让国土安全部跟退伍军人事务部等其他联邦机构额外支出了大约是10亿美元，非常吓人。好，那同时呢，美国消费者也付出代价，像是全美各地的油价从每加仑平均不到3美元，现在一路涨到战争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超过4美元的。好，那这当然就会引发通膨嘛。好，那川普的伊朗政策不满意度竟然有65%，那当然这个其中选举就拉警报了，现在共和党内讧是压力升高。那伊朗现在又有一些新的这个说法，好，那包含他再度封锁了荷姆兹海峡，说通行的船只骤减到5艘，所以看到他们这个互相的应对就是来来往往，一下封你一下解除。好，那荷姆兹频遭封锁，世界各国现在也疯抢石油，那中国大陆似乎非常的淡定，因为他们的库存相当的充裕，而且北京似乎还没有动用到他们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那现在伊朗的媒体则称说美国惨败暗地敢卖石油来求生存。那伊朗的学者马兰迪则说，伊朗战胜美国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说美欧不能再强迫别的国家。那在银学当道的政治氛围下白宫上上下下紧跟着川普，那将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渲染成美方所谓的胜利。那这位学者说这显然就是伊朗的胜利因为美国承诺归还被窃取的资产，而且解除针对伊朗石油跟能源的出口制裁，又解除了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以及结束在黎巴嫩的种族灭绝等等。他说，伊朗经过这次战争之后，更是加强了跟全球南方国家、还有金砖国家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那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实现经济增长，而且发挥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好，那美国现在也是被剑指他们的军工产业链，因为中国的商务部封杀了10家企业，涵盖的就有无人机跟稀土巨头。那像是这一次包含的就是有相关的一些产品都是国防相关的领域，那被外界普遍视为是中国对美国军工还有供应链体系的进一步反制措施。那中国大陆的财政部也有公告说，禁止政府采购雷神等46家的美企产品。好，那包含的是洛克希德马丁等等的都在内。好，那这些都是美国的军工企业、航太企业以及无人机公司等等的。那看起来中国大陆可能又有下一步的动作了。我们来看到的就是美伊和谈那到底算不算破局呢？我们问亮哥。本来因为6月15号公布那14点备忘录嘛，然后6月19就开始起算那60天了，所以你现在直接论断说破局了没？这太早了啦。今天才6月22，拜托好不好？才3-4天而已。对啊，所以总个要到8月19了啊。那当然，这个第一阶段美国承诺的那个让利，那个是一定会实现的啦。比如说240亿，我先还一半嘛，120亿美元，是伊朗的海外资金呢，就还你一半，然后伊朗的石油就不再制裁了。这个容易做嘛，所以这个一定会实现啊。那接下来就轮到伊朗你呢？你要给我安全、
完全的开放霍姆兹海峡，你认为伊朗做得到吗？伊朗啊，他在14点协议有讲啊，说他不会再收通行费，可是呢，他不承诺放弃对霍姆兹海峡的管理权。那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通行费不收，他可以收服务费。是啊他，可以连你都想得到收别的费，连你都想得到。你想一想，伊朗，你如果要让霍姆兹海峡能够安全通过，你要不要排水雷啊？那排水雷要花蛮多时间的。坦白讲，只有伊朗知道在哪里啊。所以它排起来一定最快。那你认为伊朗会很快的排开吗？你认为伊朗会从此就1毛钱都不收，让大家都自由通过？不可能，我真的难以想象。因为现状已经改变了啦。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说重大考验。还有第二点，那个14点的备忘录第一条叫做黎巴嫩要尊重领土完整与主权。以色列现在占领了黎巴嫩1/5的领土，你要不要撤军？以色列他只有说我不会再打了。你认为真主党就这样说算了吗？所以如果真主党一直叫撤军撤军，以色列始终不撤军，你认为会不会打？你认为真主党会不会打以色列？会。这个我交给你判断。我就说这个才是叫做重大的地方。还有第三个，美国说亚洲海湾国家跟欧洲一起募集那3000亿美元嘛？请问这3000亿美元要怎么交给伊朗？为什么要经过你美国的手？我盟邦不能直接给伊朗吗？那第二，你美国要交给谁？你是要交给伊朗政府还是革命卫队？革命卫队会允许你交给伊朗政府吗？哇，它里面很多矛盾。不，这个都是比较大的。对我跟你讲，你那个叫小的啊。那因为8月19号是 deadline 嘛，川普一定会一直用这3000亿美金来逼伊朗让步了。因为浓缩铀还没谈嘛，不然川普哪有筹码？这个霍姆兹海峡开放之后，你美国就要开始撤军呢，所以你美国那个时候手上的筹码是什么？你就会从我要炸你哦，变成我3000亿不给你哦，变成这样。所以我认为后面还要再观察啦，我也不敢说会破局啦，可是我是跟你讲。地点蛮多的。好，那当然要排除，很需要时间呢。我们就可能看8月哦，看有没有什么更新的讯息，或许中间就会有一些变化要持续锁定我们节目。顺丰委员怎么看？基本上站在美国的立场，尤其站在川普的立场，就是维持备忘录这个框架呢，保持的不要破裂。对，这就是他最大的要求。他现在最怕这个谈判输了。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你输了，只有他认为赢，而在这个赢的前提，就是因为有备忘录，现在开始在谈判，所以这个绝对不能倒。刚刚讲8月19到期，对，我告诉各位会tackle的，为什么不能延到11月19？为什么不能延到12月19？对，为什么不能呢？你告诉我，就川普那一张嘴，时间换取空间呐，就川普那一张嘴要转弯一点困难都没有。所以现在你看这个问题上，他最大的点就是说，如何保持不得破裂。所以你看那个范斯的脸孔就知道，他现在背后这个人就说，怎么拖怎么怎么都没有关系，就是不能破裂了，失败回家了，那就完蛋了。好，这个范斯破裂就不用选总统了。不，这是不是？就对他讲起来，现在美国真的是那大人讲压的啊，夹到那个 LP 啊，是这么也痛，那个也痛，什么都有痛，就是他。OK， 那第二个呢，这整个的中东格局啊很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在中东会有那么大的分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湾战争，这个伊拉克进攻了科威特，结果呢，这个被改变的局势是美国号召了全球以他为主体的联军，把伊拉克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情况下被打败了。而伊拉克当成号称是全世界第3、第4个军力，他想全世界耳目一新啊！哇靠，这个简直就是好莱坞的科幻电影啊！所以那个时候，美国真的是说一是一，说的时候叫中东这些王爷们呢、说出钱就出钱，说跪下就跪下。为什么？因为
他们真正拯救了科威特。真的是 The Boss， 他真的拯救了，而且真的他展现出来的精力跟实力啊，全世界没有人能够跟他比。那时候俄罗斯的灰毛腿面对爱国者，那个灰毛腿真的是毛都不见了。好，这个情况下，现在这一次一选下来，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伊拉克战争的影子不见了，你对伊朗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而且确定你是输了。同时，伊朗用什么方法对抗你？不是世界第几强大军力啊，他是把荷姆斯海峡一控制着，全世界都输。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东的格局改变，强权在中东的地位也会改变。最后呢，我提一下，就是中国大陆对这些美国军工产业的制裁，只要台美的这个经过交易再继续下去，这些一定还会被制裁。各位看着办吧。好，钟慧舰长怎么看？首先啊，我对伊朗跟美国的这个协议啊，我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它不会破裂的。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东西所有做主的那个人叫做川普。川普自认为是黑道大哥的个性，他要他成就是要成，所有人都要忠于他，要把这个事情搞成，谁把他搞砸，谁就倒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特别要讲一下打到现在到底谁胜了？大家可能在讲美国胜了吗？当然，现在大部分人都说美国没有胜。那你为什么说美国没有胜呢？因为每一个战争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各个国家都有一个叫做战略目标。我是为了要达到这个战略目标，所以我发动这个战争。当这个战略目标一达到，会立刻停战，这是所有国家的，因为战争对任何人都不好，达到了就会停战。那各位，我现在问你，美国发动这次战争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一开始是希望伊朗这个换他的政权，声约政权换掉，现在声约政权非常之稳。第二个是去核嘛，去核也完全没有。还有第三个就是什么？你不要去支援这附近的这些武装组织。他现在完全没有退，所以你知道美国的战略目标没有一项达到，可是他希望现在停。那我可以这样子简单的讲，因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没有达成，所以他没有胜，好不好？他可以继续打，那是一个泥道，叫他继续打打看。那至于这个伊朗呢？伊朗在被打的那个基础，它是一个弱国，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我要活下去，就这么简单。到今天他活下去了，所以以伊朗的战略目标来讲，他是达到了，他没有输。然后除了这个你看得到的战略目标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经过这个战争之后，大家双方的这个实力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美国的在2月28号之前到今天，伊朗在2月28号之前到今天，谁的国家的影响力在这个世界提升了？谁往下降了？你想都不必想，美国降了，伊朗升了。而且只要美国现在撤军，伊斯兰世界，伊朗从此就是这个伊斯兰世界的老大。而且全世界都对他说：“哎，这个国家不容易，美国这样子打他，他能够坚持。”所以你去看，到底谁胜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伊朗胜了。那美国呢？当然他可以说他可以继续打，但是他绝对没有胜利，这是第一个。那我特别要讲，川普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他对军事的外行。从他开始打伊朗，我就说不能打，结果他打了。他一开始就说他在荷姆斯海峡要护好，我就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今天又讲了，我们要夺取荷姆斯海峡，然后对这里过往的船抽他油费的20%，你相信吗？